进来吧，汉明哥。方伯伯呢？是我让爸爸秘书这样跟你讲的。浩明哥，浩明哥，你不是一向喜欢公事公办吗？行，那我就跟你谈公事。我和我爸为了新区项目出了不少力，愚公一起吃顿饭不过分吧？你搞这些有意义吗？听说你要离婚了。看来是真的。我听说他已经找了律师。我就说嘛，像他这种人，平时就是装得很爱你而已，一旦发现拿捏不住你，就开始找退路，争取利益最大。浩明哥，妍姐，采访就在这一层的行政酒廊，嘉宾一会儿装饭好了就会直接过来。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楚啊？我才是最爱你那个。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他凭什么打我呀？雪，你给我站住！他说的没错。谁说我们离婚了？我们俩之间闹别扭不可以吗？你是方家大小姐，可不能是第三者。你自己想清楚，不要再缠着我。姐，最近在传一些风言风语，说你跟姐夫在闹离婚，主要大家都炸了锅了，就连领导都在偷偷打听这事儿。我敢肯定啊，这绝对就是孙思维瞎传的。不过妍姐，你本来转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事儿，这本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但是现在风向突然转向了孙思维。而且，说要改制，裁撤掉部分的节目，家宴的赞助商不知道怎么着也跟着瞎掺和。我听说他们私底下偷偷联系了孙思维团队。姐，真离了？吓死我了！我就说嘛，你们感情这么好，怎么可能？但这夫妻之间偶尔吵吵闹闹的是很正常的，对吧？你别操心了，
沈浩明离开后去见了方磊的父亲，因为他的新项目需要方府的支持，所以他尽可能给方磊条件，在他面前释放男性魅力，不仅关心他的身体，还送他回家。突如其来的示好让方磊瞬间陷入了恋爱之中，甚至在许妍面前秀起了恩爱。这一刻，许妍觉得自己像个背景板，她找到姐姐诉苦，说自己的丈夫好像变心了。之前两人之间无话不说，可现在两个人感觉像中间隔着一块玻璃，能看到彼此却靠近不了对方。他可能累了呢，对吧？今天好不容易我们两个聚在一起，不提他，喝酒。另一边，方磊陪着沈浩明签下了远航基金，沈浩明送他回家，方磊拉着他就要吻上去，而面对他的靠近，沈浩明并没有拒绝，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机，直到助理打来电话通知他顺利和方家签约，这才露出了真面目。现在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地，你表现得很棒，今年的年终奖你肯定非常满意。听完这些话的方磊才明白，这段日子沈浩明一直在利用自己，现在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就开始过河拆桥。可恋爱脑的方磊依旧抱着沈浩明不让他走，怎料沈浩明丝毫不留情，直接将他交给律师处理。你蓄意破坏这种家庭，你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所有的证据和录音都在这儿，所以我想奉劝你，你还年轻，需要名誉的地方还有很多。其实，浩明跟浩辰根本不是亲兄弟，而是亲父子。方磊为了报复沈浩明欺骗自己的感情，将沈浩辰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起初许妍根本不相信，认为方磊为了破坏他和沈浩明之间的感情编造出来的谎言，可方磊却能将其中的细节全部都说了出来。原来沈浩明在伦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方磊的姐姐，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后来方磊姐姐意外怀孕生下了浩辰，但当时他们的年纪还小，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沈家接走。沈父担心未婚生子传出去不好，再加上知道的人不多，便对外宣称浩辰是他们的第二子。再后来方磊的姐姐因为潜水去世后，这件事就成为了永远的秘密，只有方磊、沈浩明和沈家夫妻知道。许妍听完后大脑瞬间宕机，她不知道方磊说的是真是假，而方磊接下来的话让许妍更是震惊。你生日那天，浩明在我家里，他应该没有告诉你我和他做了什么吧？听完这些的许妍强装镇定，表示她相信沈浩明，只要他没有亲口说，自己是不会相信方磊所说的一切。怎料方磊继续刺激许妍，表示浩明哥一开始就不是找老婆，而是一个能够印在结婚证上的名字。许妍更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既没有背景又好拿捏，还能帮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但你也算聪明又有野心，最近当上主播，正好可以用来宣传他的事业，他的为人。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许妍开始慌了，一切都串联了起来。而看着许妍难以接受的表情，方磊继续刺激她，说她能考上新闻主播的位置，也是沈浩明在背后动用了很多关系。听完这些的许妍眼含热泪，整个人很是崩溃，以至于浩辰向她走来，她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回想起沈浩明跟她说的种种，她的内心开始动摇，但她还是想听丈夫亲口跟自己说这些。晚上回到家，许妍看着正在忙着做饭的沈浩明，直接说出了方磊告诉自己的事情。沈浩明听完后也不再装了，他坦白了沈浩辰是自己的私生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任何影响我们之间感情的话都没有必要说出来吗？那你打算要瞒多久？一辈子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听着许妍说的这些话，沈浩明转身来到保险柜，拿出一叠资料，直接甩到桌子上，揭开了许妍的真实面目，并表示当初刚认识许妍的时候，她的外形和品质都是自己喜欢的，而且沈母是个极其挑剔的人，很少有女生会取得她的欢心，但许妍做到了。再加上许妍是个聪明且懂得忍耐的女人，如果她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千金，可能他们不会容下浩辰，但有弱点的许妍可以。还有就是许妍有野心，可以助力自己的事业。我是骗了你，但难道我没有大方给过你任何的支持吗？在沈浩明心里，他们各需所需，不必抱怨，是自己帮许妍节目冠名当上新闻主播。当林涛闹事的时候，向银行领导施压，周泽远用身份要挟许妍，自己则调查罪证送他进监狱。沈浩明觉得他骗了许妍，所以愿意花钱买下他所谓的谎言，而他只希望许妍做个完美的妻子，助力他的事业，照顾他的家庭，而他作为一个丈夫，尽自己该尽的责任，祝许妍事业有成。听完这些的许妍一脸冷漠地看着沈浩明，觉得自己先前的爱恋和愧疚就像个笑话，但他还是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你有真的爱过我吗？从一开始知道你是骗子，我就不可能动心。此刻的许妍终于明白了一切，之前沈浩明对她的所有奖励，原本她以为那是对自己的爱，可现在看来就仅仅只是完成任务的打赏而已。你可以理解成是我对你符合我条件的一种认可。许妍，你再怎么纠结，就显得不够聪明了。沈浩明也不再装了，直接跟许妍摊牌，两人各需所需。他需要有人帮自己照顾家庭、助力事业；许妍想要当上主持人，
他们之间本就是利益共同体。而许岩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每做对一件事情，沈浩明都会挑选一些昂贵的礼物送给他。他本以为那是爱，却没想到那只是两方合作之间互惠互利的报酬罢了。听着沈浩明句句不爱自己的话语，看着桌子上的那一沓资料，许岩心如死灰地离开了这个房间。她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回想起两人之间的种种，终于确定了丈夫对自己没有任何爱情。就在这时，沈浩明找了过来。此时看着沈浩明，想起一句话：你在众人之中，暮色深浓，无法辨认，不会再相逢。沈浩明上来开门见山，询问许岩有没有想清楚。此刻的许岩无比的平静，他表示要是想离婚的话，自己也会同意的。可沈浩明要的并不是离婚，现在他的新项目和公司正在起步中，不希望被离婚影响到，所以他还是希望许岩能和自己继续扮演恩爱夫妻。但真正动心的许岩自然是不肯的，他不希望跟沈浩明继续这样貌似神离的做一对假夫妻。怎料沈浩明直接以许岩的工作作为要挟。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听完这些话的许岩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像个烫手山芋一样，甚至想要脱离。随后许岩回到单位，录制完新闻后，听到了主任表扬自己，还让自己继续做下去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沈浩明说的也没有错，自己做的这份工作确实能够为他提供顺风顺水的信息途径，而且这一切确实也是沈浩明给他的。他彻底想通了，于是回到家特意做了烛光晚餐，并放低姿态，想要挽回这份感情，表示自己可以做好一个妻子的角色，也可以接纳浩辰，但只求一点，希望沈浩明能够相信自己对他的爱是真的，无关身份和地位。然而面对许岩这么卑微的示爱，沈浩明却无动于衷。你还是图名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就像你说的，我们之前说好的，无论在工作或者在家里，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在沈浩明眼里，许岩就是个图名又图利的人，他不相信许岩对自己有真爱，所以许岩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演戏罢了。而此刻的许岩也彻底死心，他明白狼来了的道理，撒谎太多次说真话的时候，没人再相信。许岩就这样跟沈浩明两个人一起成为了表面的夫妻。看到沈浩明一个劲儿的在记者面前伪装两个人十分恩爱的样子，面对镜头许岩有点说不出话，甚至觉得丈夫在镜头面前在暗暗的点自己。沈浩明为此很是生气，他像对待下属一样对许岩，让他在第二天的慈善会表现好点，不要让人看出来。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就在两人准备睡觉的时候，律师打来电话说方磊要自杀。原来方磊这几天一直联系沈浩明，沈浩明并没有理会他，所以他才想出了这种办法。而沈浩明接到电话后就匆匆赶往现场，面对方磊的要挟，沈浩明丝毫没有怜惜，只有厌恶。他直接将方磊踢出新项目的参与，说完冷漠的离开了。晚上参加慈善会的时候，许岩彻底不想再配合沈浩明，他故意将方磊拉到身边坐下。沈浩明出声制止，许岩丝毫没有理会，甚至开口让方磊有时间多帮他照顾好命哥。这些话让方磊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沈浩明看到许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只是沉默也没说什么。而在拍卖的时候，许岩更是拿着沈浩明的钱，用最高的价格买下一个钻石戒指160万，左边出价160万了，朋友们还有没有加价的？160万，第一次300万。他在拍卖会上用沈浩明的钱拍下天价钻戒，然后很是大方地送给了方磊。拍卖会嘛，争来抢去的，不过就是个由头，煽心为重，所以在这里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许岩这番话看似是在说钻戒，实际上是在暗指沈浩明，老娘现在不爱了，他就是个不值钱的，让方磊随时拿走。而沈浩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许岩，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默默任由他胡来。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沈浩明警告许岩适可而止，但许岩丝毫不在意，还拿他曾经说过的话对了回去。大方点，你说的。无人知晓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次日夜晚，老家的平静被一则电视采访打破。姥姥在屏幕上看到了许岩参加那个项目开工仪式的身影，他站在沈浩明身旁，面容却显得异常憔悴，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落寞与疲惫。这位自幼看着许岩长大的老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孙女脸上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心中不禁泛起阵阵忧虑。他似乎从许岩那冷漠的表情中读出了这些日子以来孙女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挣扎。与此同时，许岩正坐在新闻后台的化妆间内，对着镜子用卸妆水缓缓擦去脸上的妆容。随着妆容的褪去，他的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滑落。自从向沈浩明坦白了一切之后，他便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无助之中，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他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姥姥的电话打了过来，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给予了他一丝慰藉。爷爷，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呀？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没什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你好像不太开心。电话那头姥姥的声音充满了温暖与关怀，她的话语如同春风拂面，
让许妍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放松。姥姥提到了希望许妍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还建议让沈浩明陪她去旅游放松心情。但许妍的心中却有着更为迫切的愿望，她想要回到姥姥身边，感受那份久违的亲情与安宁。姥姥虽口头上说自己过得很好，还催促许妍抓紧时间生个孩子，让自己能早日抱上外孙，但许妍知道这些简单的愿望或许已难以实现。回到家中，许妍的目光被冰箱里那瓶熟悉的桂花酱吸引，那是姥姥亲手制作的，承载着无数温馨的记忆。她本想取出一小勺回味那份甜蜜，却不慎失手，将瓶子打翻在地，桂花酱洒了一地，如同她此刻破碎的心情。次日清晨，许妍决定即刻启程回家看望姥姥。然而，当她踏进家门，迎接她的却是空荡荡的房间和紧闭的门扉。正当她疑惑不解时，邻居来到了家中，告诉许妍发生了什么。哎呦，妍妍，你可算回来了！昨天晚上你姥姥晕倒了，我们赶快给她送县城医院了。许妍顾不上多想，立刻驱车前往医院。在病房里，她看到了昏迷中的姥姥，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母亲告诉她，姥姥是间歇性脑缺血发作，幸好送医及时，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此刻姥姥需要的是静养与陪伴。在许妍的坚持下，她留了下来，独自一人守在姥姥的病床前，看着这位唯一疼爱自己的人躺在病床上，生命如此脆弱，许妍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悲伤。她认为这一切的不幸都是因为那些无法言说的谎言所导致的。在这一刻，她终于下定了决心，要与沈浩明离婚，彻底结束这段充满谎言与痛苦的婚姻。夜幕降临，医院里一片宁静。谁让你回来的？醒了。许妍意外地发现姥姥竟然醒了过来，她看着眼前的孙女，眼中满是慈爱与关切。许妍向姥姥倾诉了自己的打算，想要在荆州为姥姥购置一处郊区的房子，让她搬来同住，以便更好地照顾她。但姥姥却看出了许妍的真正意图，她虽然感激孙女的孝心，但更希望许妍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前程。她习惯了乡下的宁静与自由，不愿成为孙女的负担，于是便想着让许妍回去，不要耽误了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另一边，沈浩明在公司里得知了许妍打算离婚的消息，心中五味杂陈。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沈浩明很是自信，他认为现在是许妍转正的关键时期，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但很快就被打脸了。晚上，许妍直接拿着离婚协议来到沈浩明面前。这一刻，许妍不再害怕沈浩明的威胁，也不怕被戳破谎言，宁愿净身出户也要离婚。我们离婚吧，不要你一份财产。一旦离婚，你现在享受的豪车、别墅、司机、保姆、奢侈品，以及跟沈家所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本来就不属于我，而且我现在不需要了。许妍终究还是提出了离婚，谁知沈浩明为了维护自己在公司的声誉，竟用他的事业作为要挟。然而许妍根本不怕，他直接给方磊打电话，利用激将法让他说出浩辰是沈浩明儿子的事，然后录音，以此来威胁沈浩明答应。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你来决定。沈浩明从来没有想过许妍是爱他的，在他眼里，许妍是因为名声接近自己，认定他既图名又图利。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许妍是因为那瓶桂花酱和那个卡通的创可贴而爱上的他。许妍离开沈家后，再次找到自己之前的房东，租到了自己刚来荆州时租的房子。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此刻的他心里无比的轻松。他终于不用伪装自己，不再害怕被人揭穿谎言，大大方方的活出自我。另一边的沈浩明也没想到许妍会如此决绝，他拿出一幅画挡住了和许妍的婚纱照。隔天，许妍找离婚律师商量离婚事宜，没想到却被孙思维看见。刚才那个男的他是律师吗？丁律师啊，专打离婚官司的，他在律师圈很出名，他接手的都是顶级客户。很快这件事就在公司传开了，而方磊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了，便用父亲的名义约见沈浩明。怎料沈浩明看到他转身离开，方磊见状追了出去。与此同时，来采访的许妍正巧看到了这一幕。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楚啊？我才是最爱你那个。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许妍的这一巴掌真是打在了我的心巴上。方磊本以为许妍提出离婚自己就有机会了，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就算是离婚了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另一边，许妍回到公司后，因为离婚风波传得沸沸扬扬，主任将他叫了过去，声称有人举报他在家庭背景上撒谎了，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许妍没有解释，直接提出辞职。现在的他不只是不想要工作了，甚至连沈释明也不想要了。许妍如释重负地走出公司，然后来到沈家，向公婆坦白了一切。我这么喜欢你，这么信任你，你怎么能骗我们那么久？婆婆在意的一直都是许妍这个人，对于许妍的欺骗，她内心是纠结的，而公公则在意的是他们的离婚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声誉。许妍听完后承诺，在手续办出来之前，对外她都会说去创业了。对不起，
许岩真诚地向沈家二老道歉，他放弃了一切，也善意地向浩辰撒谎。他去创业工作忙回不来，沈母对于这个儿媳非常满意，她不仅能帮上儿子，还能将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看着许岩离开的背影，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楼上的沈浩明也同样如此，他没想到许岩得知自己不爱他后会如此的决绝。隔天，沈浩明跟黄总打高尔夫的时候，黄总提起了许岩，夸奖他聪明能干，就算是签约合作了，还挤出时间去看他岳母。他一直以为许岩只是为了合作才去接近的，没想到他还是会花费心思去看岳母，不停地夸奖许岩。他真的很不错，你们两个般配，我能看得出来，作为家人，他是真心对你的。此刻的沈浩明会不会后悔呢？晚上，沈浩明回忆着他和许岩之间的点点滴滴。许岩帮助他完成合作，又帮他挡了老吴那一刀，这些举动都在表达着许岩是真心爱他的。他的内心无比纠结。而自从许岩离开沈家后，沈家就乱成了一锅粥。反应最大的就是浩辰。不吃了，一点也不好吃。我想吃嫂子做的龙井虾仁儿。他要创业，每天工作很忙，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他创业就不能回来住吗？肯定是你惹他生气了，你还不承认？浩辰离开后，婆婆也没有了胃口，因为她早已习惯了许岩做的饭菜。沈浩明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却假装在饭桌上吃得很香，结果父亲也叹气地离开了。此刻的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许岩在这个家里的重要性。另一边，在出租屋的许岩正在修水管，可他修理了半天也不见好，维修的人员也一直没来。正巧于一鸣过来帮他修好了。许岩一直以为于一鸣还喜欢自己，便明确说明自己不喜欢他。于一鸣明白他的意思，表示喜欢他的是18岁的自己，现在的他已经放下了，而且还喜欢上了乔林。原来两人在长久的相处下渐渐喜欢了上彼此。就在这时，沈浩明以送离婚补充协议的名义来找许岩。离婚补充协议书，给你看一下。我知道了，签完字我会闪送给你。正好我今天没事，做下来一条条对一下。沈浩明和于一鸣以这种尴尬的方式见面了。他就是你的老公。沈浩明宣示主权，让于一鸣识趣离开，但他并没有吃醋，因为他早就调查过，于一鸣正在跟许岩的姐姐乔琳谈恋爱。但他还是警告许岩，离婚协议上有一条，就算他们真的离婚了，必须要经过自己的许可，才可以对外公布消息，让许岩务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然而许岩丝毫不惯着他，直接对了回去。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隔天，许岩和沈浩明来到民政局，却发现还有离婚冷静期。离婚冷静期？不知道政策啊，现在协议离婚都是有冷静期的。顾名思义呢，就是给你们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冷静到下个月8号。如果你们要是不想离了，就不用跑一趟了，这边会自动撤销申请。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各自回家等待。沈浩明回到家后，发现家中气氛异常压抑。弟弟沈浩辰因为吃不到许岩做的菜而闷闷不乐，他认为是沈浩明惹许岩生气了，才导致他离家不归。沈浩辰一气之下独自回到房间。沈母看着桌子上的鱼，眉头紧锁。他觉得这道菜远没有许岩做的好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感。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看上眼的媳妇，心情愈发糟糕，最终也生气地离开了餐桌。就连沈父看着一家人如今这个样子，也默默地走开了，只留下沈浩明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面对着满桌的冷菜残羹。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许岩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晚上，沈浩明来到沈浩辰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的相册，里面全是许岩陪着沈浩辰一起度过的开心日子。那些照片中的笑容让沈浩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意识到，许岩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后，便迎来了一场关于他加入董事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共13人的投票中，反对票和赞成票都是6票，只有沈父还没投票。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沈父毅然决定投下了反对票。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等到沈浩明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父才说起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沈父之前在门外意外地听到了股东们对沈浩明的评价，他们认为沈浩明在英国留学期间私生活混乱，之所以能进入公司，完全是靠父亲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想让一个私生活不检点、靠关系上位的人加入董事会。随后沈父又说起了沈浩明在留学期间留下的种种问题，以及因为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甚至指责沈浩明欺骗父母有关许岩家庭的情况，导致现在家庭关系紧张，婚事也未能妥善处理。沈父越说越生气，他对沈浩明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去长安县，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
此刻的沈父正在气头上，他将儿子派去子公司调查工程延期的事，还下令不弄清楚不准回来。沈浩明就这样被踢出总公司，来到又破又偏僻的子公司，没有秘书，没有华丽的办公室，吃住都在活动板房里。而负责人知道他被董事会拒绝，丝毫不担心。他这回下放到咱这儿，一不批钱，二不给人，干嘛来了？当太子爷来了？明摆着就是个气死。另一边的许岩求职过程很不顺利，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应聘主播带货。而让他引以为傲的播音腔，在老板眼里就是笑话。你这是播新闻呢，还是带货呢？你这么播不行啊！你要想留住人，你说话得有力度，你语言得有爆发力，你得燃起来吧，观众。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许岩开始跟着老板学习直播技巧，没日没夜的学习带货话术，还在家里练习了许久。可第二次试镜的时候，还是不能让老板满意。无奈之下，老板只能让他先去做主播。主播在那边介绍产品，他就不停的吃东西，吃到快要吐了也要忍住。可即使这样，还是不尽人意。要是跟人互动啊，就知道吃，吃也行，把自己塞得跟猪似的。吃相呢？那你是不是得吃得美，吃得香，这样才能勾起那个直播间下单的欲望？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做不好，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那个什么那个新闻主播的。直到第4次，他才终于成功，懂得跟观众们互动，知道该怎么推销产品。与此同时，乔林在刷视频的时候，无意间刷到了妹妹的直播，于是他通过于一鸣要到了许岩的地址。来了后才得知许岩和沈浩明正在闹离婚，在许岩口中了解到沈浩明做的所有事，替妹妹打抱不平。但一开始的确是我做错了。许岩现在想清楚了，沈浩明不是他想要的人，现在他只想尽快把婚离掉，不想再有任何欺骗，也不想再和沈浩明有任何瓜葛。可姐姐心疼他这样太辛苦，比直播苦的工作多的是了，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清醒胆战的过日子。自许岩与沈浩明分道扬镳后，两人各自踏上了艰辛的奋斗之路。许岩投身带货主播行业，每日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从选品策略到直播技巧，从与供应商的周旋到与观众的互动，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智慧。而沈浩明则踏上了前往成安县工地的征途，他的任务是深入调查工程延期背后的真相。初到工地，沈浩明便被这里杂乱无章的景象所触动，钢筋随意堆放在露天场地，经受着风吹雨打，表面已开始出现锈迹。显然，这样的存储方式极易导致钢筋氧化，影响工程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沈浩明逐渐与工人们建立了信任。在一次次的闲聊中，他从工人们的口中得知了更多关于工程延期的细节。在建的楼房中，窗户尚未安装，内部材料毫无保护措施，一旦遭遇雨季，后果不堪设想。除了天气因素外，管理上的疏漏材料的不当存放以及施工标准的缺失，都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些问题，沈浩明决定采取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工人，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与来意。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这次来这儿主要是调查我们工程延期的问题。随后详细列举了他在工地中发现的种种问题，从钢筋的锈蚀到楼内材料的保护，从施工标准的缺失到管理上的漏洞。沈浩明深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工程将无法通过验收，更无法按时交付。于是他果断提出了返工的要求。然而这一决定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带头的小包工头首先提出了异议，他声称公司目前资金紧张，无法支付返工所需的费用，要求沈浩明先解决资金问题，工人们才愿意继续工作。同时他还强调自己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施工，对于工程质量问题并无直接责任。面对这样的回应，沈浩明并未动摇，他敏锐地察觉到工人们施工质量的低下以及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为了激励工人们提高施工质量，沈浩明提出了签署个人合同的想法。他承诺，只要工人们能够按照标准施工，保证工程质量，他将亲自监督工资的发放，确保每个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小包工头的误解，他认为沈浩明此举意在挖角，试图将他的团队纳入麾下。面对误解，沈浩明耐心解释，他强调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同时保障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为了打消工人们的顾虑，他还特意准备了一袋子现金，表示每天工作结束后，工人们都可以到办公室领取当天的工资。这一日结工资的承诺瞬间点燃了工人们的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与沈浩明签署合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就在小包工头准备抗议并带领部分人离开时，沈浩明一个电话便叫来了一大批新的工人。在沈浩明的带领下，工地上的各项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回到办公室后，沈浩明并未放松警惕，他向工程负责人询问了工程延期的具体原因。负责人解释说，材料和人工的涨价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主要原因。然而沈浩明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材料和人工的涨价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工程的多次返工，浪费了大量的材料和人力。他还暗示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3天，就3天时间，
把整个项目初始到现在，所有采购的报价、实际支出、员工工资，整理一遍给我。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许岩也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着。他成功申请成为了单独直播间的主播，开始了自己的带货之旅。在一次直播中，陈琳偶然刷到了许岩的直播间，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沈浩明。于是当沈浩明看到直播间里的许岩正在热情地推销无骨鸡爪时，他的目光被一个疯狂下单的观众所吸引。查看头像后，他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沈浩辰。于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在直播间里悄然展开。沈浩明也加入了疯狂下单的行列，与沈浩辰争起了榜一大哥的位置。然而最终还是沈浩辰更胜一筹，稳稳守住了榜首。这50、70、100的，这好几百单了，能吃完吗？搞批发的？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妥妥的榜一大哥。许岩从未料到，在直播间里那个疯狂下单、占据榜一大哥之位的温暖的港湾，其真实目的竟是为了与他见上一面。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许岩内心五味杂陈，本打算婉言拒绝这份不期而遇的邀约。然而直播公司的老板却极力劝说许岩把握住这次机会，认为这或许能为他的直播事业带来新的突破。在工作的重压与老板的期许下，许岩最终无奈妥协，接受了与榜一大哥见面的提议。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许岩踏入了一家静谧的咖啡店，心中暗自揣测着即将见面的榜一大哥会是何等模样。他原以为会是一位中年男士，却不料被告知并不是他。正当他四处张望，心中充满疑惑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嫂子，竟然是沈浩辰。原来沈浩辰因长久未能见到许岩，心中思念难耐，无奈之下才想出了这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榜一大哥，温暖的港湾。我们老师教我的，家就是温暖的港湾。你们老师说的对。晨晨，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儿来的？他借助阿姨的手机，以榜一大哥的身份在许岩的直播间疯狂下单，只为能引起他的注意，进而获得一次见面的机会。阿姨得知此事后，出于对许岩的关心与帮助，也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然而当许岩得知真相后，却并未因此感到开心，反而觉得这份见面方式过于刻意。他执意将下单的钱转给阿姨，并明确表示不希望沈浩辰在任何的直播间下单。面对许岩的坚决，沈浩辰只得坦白，那几百单的无骨鸡爪，他已悉数送往了沈浩明经常捐助的福利院。这份善举让许岩对沈浩辰的印象有所改观。沈浩辰趁机提起，自从许岩离开后，沈浩明一直陷入深深的困苦之中。他看得出哥哥对许岩的思念之情，他恳求许岩能够回家，重新回到沈浩明的身边。然而许岩却只是默默聆听，未做任何回应。沈浩辰也补充道，沈浩明因工作原因出差去了外地，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倍感孤独。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记得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想我的话，打电话给我，我就来接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次日，许岩如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直播带货。然而这一次，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打破了直播间的平静。方磊在直播间内公然指责许岩，称他是一心想要嫁入豪门的捞女。这种言论瞬间引发了直播间的轩然大波。面对直播间内突如其来的指责，许岩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与尴尬。为了化解这场危机，许岩急中生智，拿起一个垃圾袋，将自己装了进去，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缓解了紧张的气氛。虽然这一举动暂时平息了风波，但事后许岩还是被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老板认为许岩在直播中的沉默与不当处理，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更令他不满的是，许岩还将榜一大哥给弄消失了，这无疑是对直播资源的一种浪费。为了阻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老板决定让许岩参加户外带货直播。在户外直播中，许岩依然展现出了他对待工作的认真与热情。他顶着太阳，耐心地为观众介绍每一款产品，用他的真诚与专业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与此同时，沈母与他的朋友们在一次聚会中聊起了许岩。当得知许岩正在创业，众人纷纷表示，相对于这种不稳定的工作，还是新闻主播这样的职业更为稳妥与体面。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许岩在新闻主播岗位上的风采。就在这时，方磊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热情地邀请各位阿姨参加一个活动，却没想到这个心怀不轨的女人竟然将众人带到了许岩带货的现场。阿兰，是我眼花了吗？那个女孩是妍妍吗？当沈母与朋友们发现许岩正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时，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沈母本想上前与许岩打招呼，却似乎碍于面子而犹豫了。而众姐妹则开始纷纷吐槽，认为许岩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实在是有损沈家的风评与形象。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许岩的不解与失望。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咱们几个才有钱几天啊，就忘本了。蕾蕾，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
而面对太太团的贬低，于兰更是化身护系狂魔，将他们都对了回去。什么叫自降身价？谁瞧不起谁啊？孟总啊，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也睡过仓库吧？马总呢？创业不需要日晒雨淋吗？你们家是做水泥厂起家的，那时候约你，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一拍一股子灰，忘了？你别看我暴发户嘛。说完，于兰根本没有理会方磊，转身离开。方磊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事后，于兰坐在车上看着许妍辛苦的样子，心疼的流下了眼泪。于是他特意派司机过去买了100单。这时，一直跟许妍交好的美玲姐也过来支持许妍。小许，你一个人出来创业，我们都支持你，加油！许妍四处看了看，找到了坐在车上的于兰，心里无比感动。什么？我们家主播太牛了，商品进口，不是谁买的？于老板。我只是想要摆脱曾经那些错的，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原来沈浩明得知许妍直播带货后，特意将自己收拾了一番来见她。下车，他看到许妍如此辛苦地干着这些活，眼里露出了一丝心疼。这一刻的他终于明白，许妍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为爱撒谎的小女孩，而她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选择用钱来解决。他认为许妍完全没必要辞职，来过这样的苦日子。我不需要。此刻的许妍已经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既然选择了离婚，那就跟过去的一切割舍，这样才能开始崭新的生活。他拒绝了沈浩明的帮助，并坦言自己和沈浩明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沈浩明学到的是知人善用资源、调配关系制衡，而他只能抓住一切可以向上爬的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许妍承认自己不是沈浩明的对手，也承认如今的结局都是自己咎由自取。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看着许妍离开，沈浩明才如梦初醒，明白曾经的许妍是多么的美好，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隔天，许妍刚来到公司就被老板叫了过去。原来老板在昨天直播的弹幕中得知许妍之前是豪门儿媳，于是他心中开始打起了许妍的主意，让许妍在网上打造千金名媛的人设，每天在网上讲一讲贵圈的小故事，以及是如何嫁入豪门的，想借此让许妍大火一把，然后直播卖货赚更多的钱。许妍听完后想也没有想，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当初他就是因为捏造了假身份嫁入了沈家，借着沈家的势力成为了新闻主播，现在好不容易卸下了那些沉重的担子，自然是不肯再次拾起。现在的他不想依赖任何人，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怎料老板却依旧不依不饶，无奈之下，许妍决定结算完这个月的工资就离开这个让他压抑不已的地方。怎料老板却恶意克扣许妍的工资，将助理宣传、联系商家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加在许妍身上，最终许妍的工资由原来的2万直接变成1400。工资明细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我觉得不合理。人钱少啊，那你就听我的呀，随便编个故事。你比如说，一个女强人嫁入豪门，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豪门，这人设多励志，分分钟成为头部主播，你就不用在这儿忍气吞声了。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许妍明白老板不会善罢甘休，为了不给沈家添麻烦，她选择了辞职。而许妍在失业后，还是会像往常一样来姐姐家，给她填补各种生活用品，却无意间看到姐姐为了省钱，把柜台里的试用品带回来。试用装很多人用过的，其实不太卫生的，哪能？许妍本想着再劝一劝，这时姐姐的朋友打来电话，还哭得十分伤心。原来作为服装设计师的瑶瑶极具有天赋，设计的服装也很好看，但却因为没有钱买配饰，在全国服装大赛上名落孙山。她哭得很是伤心，大家不停安慰着她。而看到瑶瑶的设计后，许妍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创业做服装生意。而许妍的执行能力也很强，她将大家集合到一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很是赞同。眼下设计师有了，女模特有了，乔琳可以做妆造设计，许妍又很擅长策划营销，正好卡里还有15万，几人一拍即合，准备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服装品牌。但创业可不是那么容易，许妍想利用短视频来帮自己的品牌打广告，可视频发出去后，点赞和关注都不尽人意。有人点赞了，有人点赞了，哎，被几个逼了，才41个赞。怎么搞的？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不怎么刷手机啊？不久前，沈浩明被父亲下派到子公司调查工程的事，项目负责人担心吃回扣的事情被发现，整日里联合包工头给沈浩明难堪。沈浩明很是聪明，一一化解了这些矛盾。怎料总经理不肯罢休，找到一群混混来到工地闹事，迫切的想要把这个太子爷给赶走。一个少爷雹子，我看他怎么斗这帮流氓。
对，就是让他知道这滩的水啊没那么浅，他哪儿来呀？回那儿去吧。晚上，沈浩明准备继续支持许妍的直播事业，却发现主播换了人。此刻的他心里无比的失落。隔天一大早，他就给秘书打电话，确定许妍的行踪，这才得知许妍辞职开始创业。但他这边很是棘手，暂时管不了许妍。这次秘书不仅带来了许妍的消息，还带来了昨天那帮混混头子王德福的资料。晚上，沈浩明直接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外的举动，他赤手空拳找到王德福，提出跟他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沈浩明一直一言不发，而是直接走到了王德福家门前，对着家里的老太太打了声招呼：“王阿姨。”小婶儿啊！王德福无奈之下，只能先让随从们离开，而沈浩明则跟王阿姨表示今天来家里是谈生意的。此时的王德福心里再不情愿，也不敢在母亲前面发作，只好将沈浩明请到家里去。而沈浩明则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建议王德福先不要想着收回工程款，忽悠他继续投钱修路，这样的话之前投入的钱就能成为投资款。不仅如此，沈浩明还答应，只要房子建成，王德福不仅能优先选房，还将小区里的绿化项目都交给他来做。王德福听完有这好事，立马同意与沈浩明合作。处理完这件事后，沈浩明就设了一顿简单的鸿门宴，邀请总经理过来谈谈。我请了新总经理，明天到任。什么呀？你这是鸿门宴呢？接着沈浩明又给了他一击。这段时间他查过账本后，发现上面的亏空全都进了总经理的口袋，说着还甩出几张他联合赌石老板吃回扣的照片。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侵占公司的资产，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是10年以上。总经理被吓得顿时腿软了，但沈浩明却给了他机会，只要他说出背后在金达集团的保护伞是谁，就放过他。很快，沈浩明就将名单交给了父亲，他也成功回到了总部工作。殊不知，名单上的曲总早已察觉到危机，他派人调查沈浩明的婚姻情况，想要一举扳倒沈家自己上位。另一边，许妍的服装创业不尽人意，乔琳在回家的路上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前男友自认为乔琳这次就是跟他闹矛盾，他们还是可以和好，可乔琳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他们俩已经没可能了。就在两人纠缠的时候，于一鸣来了，他站在乔琳面前，坚定地让男人不要纠缠，并说出了那句一直都没有说出口的话：我喜欢他。你说什么？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随后，乔琳来到许妍家，发现大家都很是沮丧。原来昨天的视频发出去后，就只涨了11个粉丝，但许妍并没有放弃，她开始思考研一方的不足之处，与法国的一个小众品牌做对比，决定从产品的功能性和大众性着手。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对。如果按妍妍刚才说的话，我有一个预设想啊，就是下一次的视频，我们可不可以融入普通人一天这样的设定？普通人的一天，那就是整体都改得生活化一点呗。没问题，就按照这样，我们去改变一下方案，融入到下一期的新品里面。对呀，可以问题。不久前，为了给工作室拉投资，许妍每天游走各大老板之间，介绍工作室的产品，陪着喝酒应酬，可结果却不尽人意，大家都以知名度不高婉拒了。沈浩明每天下班都会在许妍的必经之地等着他，默默地关注着，看着他辛苦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每次当他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天说的话：家人决定了要离婚，只好彼此就做陌生人了。就在沈浩明内心挣扎纠结的时候，乔琳出现了。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来看一下妍妍。乔琳一直想给妹妹讨回公道，她看到沈浩明后，说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虽然许妍有做错的地方，但她沈浩明也不是完全无辜。当初两人之间被揭穿后，许妍很是努力的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可沈浩明却不相信她还利用她。但凡他对许妍好一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既然当初那么决绝，那么今天就没必要这么假惺惺的。沈浩明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表示自己现在是真心想帮许妍的，希望乔琳能帮自己劝一劝。乔琳二话不说就拒绝了。我们妍妍现在1分1毛都不会再用你的了，要不然赶紧走吧，以后也别再来了。隔天，许妍正常见客户帮妍一房拉投资，这一幕正巧被蒋亮看到。之前在酒会上的时候，蒋亮就曾对许妍比较有好感。得知他自己创业拉投资后，更是猜到前段时间传出来的离婚风波很可能是真的。蒋亮很清楚许妍的能力，也很看好她的项目，但现在的妍一方知名度太低，他不会轻易投资。可他为了帮许妍出面，介绍了一个很出名的摄影师，就这样得到了许妍的联系方式。之后两人相处后，蒋亮越来越喜欢许妍的性格，更是给他的妍一房进行投资。另一边，沈浩明准备
磊和巴莱金合作，通过多方打探，发现巴莱金是个极其重视家庭的男人。他认为一个能够经营好家庭的、爱护和照顾好妻子的男人，才是一个有智慧、重承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了能谈下合作，沈浩明不得不厚着脸皮联系许岩寻求帮助。两人见面后，沈浩明依旧装作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表示自己现在可以给许岩一个融资的好机会。许岩一下子就戳穿了他：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许岩很明白，肯定是他遇到很棘手的事情，才会迫不及待地找上自己。沈浩明见状，知道自己无法再维持刚刚那副姿态，只能开门见山向许岩说明情况，表示需要许岩配合他再次扮演恩爱夫妻，出现在巴莱金夫妇面前，以此来博得好感，达成合作。说着把资料递到许岩的手里，许岩接过资料，了解完情况后，开始跟他谈起利益问题。而当他得知沈浩明要是能达成此次合作，能给沈家带来至少10个亿的时候，果断提出要100万的报酬，这让沈浩明很是惊讶。他知道做服装行业很烧钱，本以为许岩会提出更大的要求，没想到就只要100万。而为了再次和许岩搭上关系，他提出1000万，不过是入股而不是报酬。没等他说完，许岩直接拒绝了。我没有想让你来做我的甲方，这一次的合作是平等的，我只拿我的酬金，其他的我都不需要。听完这些的沈浩明心中无比酸涩，但他也只能答应下来。好，就这样说好了，100万当做你的酬金，但是你必须要记住，巴莱金先生很看重夫妻感情，我们必须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得非常非常恩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许我耀眼的高能情节终于来了！即将离婚的沈浩明和许岩达成合作，在客户面前假扮恩爱夫妻。原来沈浩明为了跟一对俄罗斯客户合作，特意找许岩帮自己。许岩提出了100万的报酬，两人各取所需。隔天夫妻俩就开始了变装秀，穿着一身芭比牛仔风的衣服来到酒店，只为引起巴莱金夫妇的注意。虽然两人表现得很是卖力，但还是错失了机会。Seems so in love。不过我不喜欢芭比，我更喜欢 Twilight 暮光之城的爱情。听完这些，沈浩明决定实施 B 计划，将自己打扮成暮光之城的样子，拼命在巴莱金夫妇面前刷存在感。These guys are like Edward and Bella. Yes, that's my favorite love story. You remember we used to watch the Yes, once that way. 可这一次还没有跟人家搭上话，幸运的是知道了巴莱金居住的房间，于是两人再次换装，来到酒店订下了巴莱金隔壁的房间。随后两人执行 C 计划，沈浩明给前台打去电话，定制了一个最贵的浪漫套餐，但故意把房间号说成隔壁的。在猫眼里看到服务员将蛋糕送到隔壁房间后，许岩和沈浩明就出来敲响了房门，说自己订的蛋糕不小心送错了房间。看到女人已经开始吃了，许岩立马露出一副很是失落的表情，接着走到她跟前拍马屁：这么美的鲜花蛋糕，就是要配这么美丽的夫人。许岩的这番话成功获得了女人的好感，邀请他们一起共同享用。许岩拒绝了，表示这么浪漫的蛋糕只属于美好的2人世界。我带你去酒店的草坪吧，听说很有名，还有节目表演呢。你们也去草坪吧，咱们到时候一起喝一杯。好啊，晚上见。就这样，两人成功跟巴莱金夫妻搭上了关系。回到房间后，许岩开始收拾行李，他本能的开始帮沈浩辰收拾行李。当他拿起衣服准备挂起来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这些都不应该是自己干的。于是他把衣服重新放到行李箱，让沈浩明自己收拾自己的行李，这让沈浩明心里有些失落。晚上来到草坪，4人坐在一起相谈甚欢。同时翟总的助理也注意到了这一幕。草坪上举办了有趣的情侣游戏，巴莱金夫妇很是踊跃地参加了。沈浩明在为两人喝彩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男人盯着许岩，顿时醋意上头，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了许岩身上。许岩则直接将衣服扔开。沈浩明见状让他注意下，别忘了他们还有合作。我不是你的下属，请不要命令我做事情和以前一样。听完这些的沈浩明有些意外，现在的许岩很有自我，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他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问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离婚？因为你利用我。难道你没有？但我是真的爱你。我说以前我也帮了你啊。在沈浩明眼里，他得到自己想要的，许岩何尝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没必要走到现在这一步。什么意思？想挽回？我有挽回过啊，有用吗？所以你挽回。沈浩明心中想着挽回，可嘴上却总是说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否定许岩的能力，觉得他在外面创业，所有的钱都打水漂了，只有他才能救许岩，所以许岩只有回到他身边才能成功。听完这些的许岩直接对了回去：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你又凭什么贬低我？你觉得没有人要投我吗？我告诉你，想要投我的人都排着队呢。你要投啊？你排队好了。此刻的沈浩明迫切地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投资。就在许岩准备离开的时候，却被巴莱金夫妻叫住。女人炫耀了一番自己的奖品，并建议许岩上去玩游戏。要玩吗，老公？来啊！然而两人玩游戏的时候，泼起水来一个比一个狠，丝毫不给对方留情面。我们对了啊，刚刚。不好意思，
是什么？接下来玩你画我猜的时候，两人丝毫不配合对方，很没有默契。直到许岩碰到创可贴这个题目的时候愣住了，他想起了那次在医院沈浩明给自己贴的卡通创可贴，那是自己最心动的时候。于是他对着沈浩明指了指手腕，沈浩明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创可贴，恭喜回答正确，太不可思议了。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我本来是打算去打掉的，但医生说，如果我这次打掉孩子，以后就不可能再生了。我们都分手一段时间了，怎么可能？那个时间我只跟你有过。沈浩明终于敞开心扉，跟许岩讲述了他和方瑜的故事。原来许岩和沈浩明跟巴莱金夫妇告别后回到房间，许岩很是疑惑，他为什么不通过金达集团和巴莱金正式接洽，反而要费这么大功夫？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了吗？沈浩明听见后笑了笑，他如实的说出了自己在公司里的现状。其实他并不受沈父的信任，董事会的人面上看似很尊重自己，私下却十分不服气，所以他现在还不是董事会的人，根本不能用集团的名义来接洽巴莱金，因为国外板块一直都是金达的弱项，只要自己和巴莱金达成合作，就能成功进入董事会。虽然许岩能明白他进董事会的心，但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沈父会不信任沈浩明。沈浩明见状表示，当初自己未婚生子，坚持把浩辰带回家抚养，跟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并没有把许岩的原因说出来。而当沈浩明说完这些后，许岩还是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事情。你可以跟我说说关于浩辰妈妈的事情，不想说也没有关系。沈浩明看了看许岩，说出了他和方瑜之间的事情。当初得知方瑜怀孕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2个月了。记得那是个下雨天，他突然找上门说自己怀孕了，并表示如果打掉这个孩子，以后就不能生了，所以他选择生下来。而且这次过来并不是想让沈浩明负责，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此时的沈浩明还小，整个人都是懵的，但他还是负起了自己该尽的责任，陪着方瑜生下了这个孩子。没过多久，方瑜因为潜水遇到洋流不幸去世，方磊便带着亲子鉴定将孩子交给了自己。之后他把浩辰带回了家，导致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而为了不影响沈家的声誉，沈父更是对外宣布浩辰是他们的第二子。许岩听完后，让沈浩明试着理解一下沈父，因为他认为沈父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沈浩明好。其实不管他们长得多大，在父母眼里始终都是小孩子，但是不放心不等于不在乎不重视。而且这么大一个公司，背后有那么多的眼睛盯着他，一丁点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因此父亲对他的严格或许是一种保护。许岩的开导让沈浩明重新开始审视起了父亲，而直到今天他才发现许岩的宝贵，但自己却弄丢了他。谢谢你，我确实有必要来到。那就早点睡。两人在准备睡觉的时候，沈浩明真的很想搞清楚谁给许岩投钱了。他不停地举例着自己周边的人，许岩就是晾着他不说。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你也没有权利知道。不要老是问这样的问题，注意你自己的位置。晚安。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殊不知背后却有人盯着他们。翟总为扳倒沈家上位，特意派商业间谍来打探许岩和沈浩明有没有离婚，想让他拍下两人闹离婚的证据。怎料这个人却是个傻的，他拿着相机爬到树上，没想到却被树下的农药毒到掉了下去。不死心的他趁许岩和沈浩明出去，想要趁着客房服务混进去，没想到却一头撞到了门上。好不容易费了9牛2虎之力进去拍了照片，没想到准备离开的时候，许岩和沈浩明回来了。没办法的他只好躲在衣柜里。明天早上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我要提醒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那就要选一个恰当的时机，不要太着急的去谈生意上的事情。好的，谢谢你。你不用谢我，我们是按合同。不久前，两人还在因为与巴莱金合作的事情扮演恩爱夫妻。在逛街的时候，沈浩明还借着合作给许岩描了眉毛。起初，许岩看着旁边有人，为了完成任务只能答应，但看到对方认真的样子，不心动是假的，毕竟那是自己真真切切爱过的人。之后，两人回到房间，准备聊一聊后续的计划。突然，衣柜里传来动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两人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慌乱或声张，而是默契地选择了静观其变。沈浩明心思缜密，他故意向许岩提及自己已与巴莱金达成重要合作的消息，以此作为掩护。随后看似不经意地打开了衣柜门，当那名男子的身影映入眼帘时，他随即以取毯子为由，巧妙地利用衣柜门夹住了男子的脚。这一举动既是对男子的警告，也是为了进一步观察其反应。事后，沈浩明向许岩解释，衣柜中的男子受伤不轻，极有可能是竞争对手派来针对巴莱金夫妇的间谍。他之所以没有直接揭穿，是担心打草惊蛇，让真正的幕后黑手逃脱。为了不让男子察觉到他们的怀疑，两人继续保持着日常的对话，言谈间未露半点破绽。不久之后，沈浩明与许岩一同前往拜访巴莱金夫妇。出乎意料的是，那名男子竟也出现在了会面现场。男子一见到沈浩明，便立刻换上了一副热情洋溢的面孔，主动与众人攀谈起来。他故意提起许岩与沈浩明最近传出的离婚风波，以及许岩辞职投身直播带货行业
业的决定。对于这些敏感话题，许岩早有准备，他从容不迫地解释道，自己辞职是为了创业，直播带货只是初步尝试，失败后他便转而创立了研一方。男子见话题未达预期效果，便又拿出了自己偷偷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许岩与沈浩明分床而睡，似乎印证了离婚的传言。面对这一证据，沈浩明不慌不忙地解释，昨晚他们玩了一个泼水游戏，由于配合不够默契，两人互相泼水，结果闹了点小别扭，这才导致了分床而睡的情况。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二位真的不是分居，敢不敢带我们去你房间参观一下？随后一行人来到了沈浩明的房间，众人一进门便被眼前浪漫而温馨的布置所吸引。房间内不仅装饰的别具一格，还摆放着一些趣味横生的玩具，显然是沈浩明精心准备的。他们好有情趣啊！抱歉，破坏了你精心准备的惊喜。男子见状，心中暗叫不妙，但仍不死心，又拿出了二人在家中争吵的画面作为证据。然而沈浩明与许岩却镇定自若地解释，那只是许岩在做瑜伽，而他在一旁打电话，根本不存在争吵的情况。男子见无法再找到破绽，只好尴尬地提出晚上请众人吃饭以表歉意。晚餐时分，男子再次发难，他指出许岩未戴婚戒，这一细节立即引起了巴莱金夫妇的好奇。就在许岩一时语塞之际，沈浩明深情地望向他，坦言两人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小矛盾，他做过许多让许岩伤心的事，但回想起许岩在他工作繁忙时给予的支持，照顾他的父母，帮助他的弟弟，甚至在他事业上遇到困难时出谋划策，他深刻意识到许岩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虽然此刻他们是在演戏，但这些话却是沈浩明的真心话。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了许岩的婚戒，单膝跪地请求许岩的原谅。那下次不能这样。肯定不会。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岩眼中闪烁着泪光，他接过婚戒，并在众人的见证下深情拥吻。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外界关于他们离婚的传言，也让巴莱金夫妇对这对夫妻有了更深的认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与考验，沈浩明终于赢得了巴莱金的认可。在巴莱金离开之际，他宣布沈浩明的公司正式进入了候选名单，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获得巴莱金集团的重要合作项目。沈浩明也有机会能够进入董事会了。随着一切尘埃落定，许岩向沈浩明表达了自己准备回去的打算。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习惯了。这个习惯可以改掉。啊，你这个大摇头，万年不变。这个西服899 3件套，怎么了？你是潮商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老千锋？即将离婚的许岩和沈浩明再也不装了，开始吐槽起对对方的不满。原来沈浩明在送许岩回去的路上，许岩还是忍不住把蒋亮是投资他的人说了出来。沈浩明听完后觉得蒋亮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全都是靠他姐姐懂什么投资。许岩看到他这副看不起人的样子，顿时怒火上头，但他还是很耐心的解释，承认自己昨晚说有投资人是骗人的，可人家蒋亮也是看了他们最新一期的视频才开始确定了投资的。真的是好演技啊！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骗着我呢啊！听完这话的许岩破罐子破摔，直接将以前欺骗沈浩明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第一次去金达采访的时候，发烧是真的，但晕倒是装的。沈浩明听完后更是不甘示弱的表示，在医院给许岩贴的创可贴是陈秘书买的，只是看到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就没有吭声。这番话彻底伤到了许岩的心，毕竟那是他第一次对乘浩明动心。怎料沈浩明乘胜追击，指责许岩给他挑的每一件衣服，没有一件是他满意的，颜色、品质、品味都很差。许岩听完后彻底破防，他气急败坏下让沈浩明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长得老成，眼光又跟不上时代，整天不是梳个大油头，就是穿得像个卖保险的，永远都是西装半永久3件套。是潮商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老千锋？沈浩明听完后气炸了，他摘下眼镜开始火力全开，吐槽许岩做的饭很难吃，自己一直都是硬吃下去的。许岩不甘示弱地说他送的珠宝腕表又土又俗，没有一件是自己喜欢的。没想到沈浩明却说这些东西都是陈秘书买，自己一点都没有参与。无所谓，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反正男人送的礼物都差不多，我习惯了。跟我谈之前，你到底几个？我跟你说过几个。你跟我说只有我一个？对，就你一个，还差个0。听完这话的沈浩明彻底破防，他猛踩刹车，紧紧盯着许岩。许岩并没有理会他，下车后提醒他别忘记了8号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沈浩明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刚都说了些什么。明明自己想要挽回许岩，怎么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两个曾经端着生活的人，终于有了活人的气息。回到家后，沈浩明就收到了浩辰的灵魂拷问，让他尽快把嫂子追回来。怎料沈浩明还是嘴硬，就是不肯承认自己喜欢许。我送你一个成语，口是心非。
嫂子肯定还在生你气，你有没有给人家好好赔礼道歉啊？接着浩辰开始阐述自己的观念，男生被女生拒绝是没关系的，就算被拒绝100次，也要把喜欢的女生给追回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沈浩明怎么会不明白？可他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见到许妍总会说一些违心的话。他独自坐在楼梯上纠结了许久，给许妍发去消息，想要借8来金的名义再次约见许妍。可许妍的回复简短又无情。怎么追回来？难道还要跟他吵架？我真是一头猪！马上就要到2人离婚冷静期结束的日期，沈浩明为了不离婚都开始有了应激反应，只要听见8这个字，心里就忍不住打颤。于是为了拖延离婚，故意借口自己在国外出差，甚至来到景点拍下几张在国外的照片，让秘书修图就能蒙混过关。然而他却低估了一个全能型人才的侦查能力。许妍看到照片后，直接来到了沈浩明家堵他。一定是幻觉，一定是幻觉。你不是在俄罗斯吗？为了不和许妍办理离婚，沈浩明可真是用尽了手段。他先是谎称自己去国外出差被许妍戳穿，接着又是装病，来到医院将全身都检查了一遍，来拖延去民政局的时间。我建议要先从头开始查，先从耳鼻喉眼科开始。行。随后许妍陪着沈浩明在各个检查室里来回穿梭，而沈浩明为了拖延时间，更是磨磨蹭蹭，一直到最后的检查项目，沈浩明在厕所整整待了半个小时，还是许妍实在忍不住上去将他叫了出来。现在4点55了，5点半就下班了，来不及了。来感觉了，来感觉了，憋着，流完混再尿。等2人赶到民政局，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系统已经关闭，办不了。要想离婚，也只能再次提交申请，等到下个月的8号再来。沈浩明听完心中很是窃喜，而许妍则恨不得将他暴打一顿。隔天，蒋亮以投资人的身份约许妍出来，2人来到一家电影陈列馆，馆内陈列着大量的拍摄道具。蒋亮表示这个是一家私人博物馆，是他朋友开的，而他是这里的超级贵宾，每当他想安静丝毫的时候都会来这里，没有人会打扰他。接着又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为的是激起许妍的同情心，让他注意到自己。可他的如意算盘很快被另一个女孩揭穿，为了不让许妍误会，他只好找个借口把女孩支走。另一边，沈浩明独自喝酒解闷，方磊得知后找了过来，并告诉他，现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的，说许妍正跟蒋亮打得火热。他着急找下家呀。许妍是我爱人，管住你的嘴。你还护着他，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有钱的冤大头，你还护着他。沈浩明，你真的应该好好看看他有没有给你戴过绿帽子，还是说绿帽子你早就戴习惯了？方磊本想着刺激一下沈浩明，没想到人家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恼羞成怒下，直接拿起酒杯泼了过去。你打我呀！你怎么不打我呢？你打我呀！就在这时，韩律师找了过来，将方磊给扛走了。沈浩明很是烦闷，喝醉酒的他来到许妍家楼下，却看到蒋亮对许妍表白。吃醋的他立即走上前宣誓主权，接着追着许妍来到了电梯，准备跟着上去，没想到却被许妍拦在外面。我听到你拒绝了蒋亮，你还跟他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就是离婚。说完，许妍就要关上电梯，可沈浩明却笑眯眯地打开了。此刻的许妍很是无奈，她很是平静地表示，2人之间婚姻本来就开始的不体面，只是各取所需。现在她只想好聚好散，而且自己会尽力将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只希望能顺顺利利拿到离婚证。听完这话的沈浩明瞬间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许妍是如此的决绝，可还是不死心按着电梯不放。把手拿开。不要这样公共资源。回到家后，许妍回忆起2人之间的点点滴滴，心里很不是滋味，只能靠喝酒来缓解情绪。另一边的方磊也在借酒消愁。突然，韩卫平出现在他面前。韩卫平看着方磊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有些不忍，便夺过他的酒杯，语重心长地开始劝解他，让学会3次爱别人7次爱自己，在感情里要做一个清醒独立的女人，为自己而活。可此时的方磊早已陷入了对沈浩明的执念中无法自拔，认定自己只爱沈浩明一个人。就在这时，韩卫平突然靠近他并吻了上去，2人就这样半推半就发生了关系。事后2人坐在窗边，韩卫平看着方磊，心疼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追着沈浩明，可人家却娶了别人，看都不看他一眼。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因为你。隔天，韩卫平来到公司，以见沈浩明为借口，从陈秘书手中顺利拿到了公司战略合作计划。随后来到楼梯间，迅速拍下了照片。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久前，沈浩辰为了哥哥嫂子的复合真是煞费苦心。他以下半年参加马术比赛为由，让教练联系嫂子过来商量，自己则赶忙向哥哥报信，让他赶紧过来。就这样成功将两人聚到了一起。而为了给两人创造独处的空间，更是借口拿果汁火速开溜。可屋内尴尬的气氛让许妍有些不知所措，于是他谎称自己还有工作，转身离开。沈浩明不知道该以什么借口留下他，只能任由许妍离开。等浩辰端着果汁回来，没有看到嫂子，立刻指责哥哥浪费了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我真的是要被你气死了！就连我的小朋友都知道，做了错事就要改。您惹嫂子生气了，现在她不理你了，你不得主动出击啊？沈浩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面对许妍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晚上回到家，于兰也开始助攻。这几天丈夫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不少，她知道这是许妍的功劳，便劝说儿子赶紧把许妍给追回来。其实于兰直到今天还在自责，要不是当初她介意许妍的身份，许妍也不会撒谎家世背景。而且她在商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人，什么样的没见过。但许妍看儿子的眼神，一眼就知道他是真心喜欢儿子的。许妍对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心的，所以她很自责。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妍妍的态度很苛刻，想方设法的逼她离开你。妈妈现在也很后悔，如果不是当时那些行为，我想妍妍也不会用门当户对这个谎言来证明自己。听完母亲说完这些，沈浩明也开始反思自己，表示自己也没有脸责怪许妍骗他，毕竟当初他也隐瞒了浩辰的身世。于兰也看出儿子动心了，便劝说他一定要把许妍追回来。看到许妍，就想起了年轻的自己，上的厅堂下的工厂，那股子拼劲是自己最欣赏的。而他也认定许妍就是沈家的儿媳，是沈家未来的女主人。另一边，乔琳的前男友为了追回乔琳，他来到荆州应聘了陪练的工作，想着练一练好接住乔琳的打。这天他来到医院，无意间看到于一鸣正在和一个女医生走得很近，于是他把这一幕录了下来，发给乔琳，让她过来抓奸。太过分了！刚才他拉她的手，现在是他拍她的肩膀，俩人在一起都26分钟，当着我的面口口声声说喜欢你，现在在干嘛？乔琳实在听不下去离开了。而于一鸣之所以跟这个女医生靠得这么紧，是因为有病人去世了，同事实在迈不过去这个坎，他过来安慰一下，两人并没有什么越剧。晚上乔琳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于一鸣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了。隔天一大早，他找到于一鸣，想要搞清楚这件事。于一鸣得知后赶忙解释，可乔琳却觉得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还是互相彼此冷静1星期再考虑要不要在一起。与此同时，沈浩明正听着陈秘书汇报许妍的创业进度。妍姐之所以那么努力，就是想证明她的实力和优秀给你看。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爱情吗？像妍姐那样的独立女性，她肯定希望闯出一番事业再回到你身边。陈秘书的这番话将沈浩明忽悠得一阵暗爽，他开始向陈秘书取经，怎么挽回许妍。陈秘书指导他去找许妍身边的朋友帮忙，最好是男性，因为这个时候男性往往更同情男性。于是沈浩明找到了于一鸣，两人可谓是难兄难弟，一个在分手冷静期，一个在离婚冷静期，可真是有了共同话题，最终达成一致战线，帮助对方渡过难关。乔琳不理我，你可以帮我找他；许妍不理你，我可以帮你说上话。这不就叫人多力量大？咱们2个人肯定比1个人强。说得对，姐夫，妹夫，姐夫，妹夫。许妍怎么也没有想到沈浩明会和于一鸣联手攻略她们2姐妹。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那么2个臭皮匠想出来的办法自然也听不了什么用。原来沈浩明为了挽回许妍，听从陈秘书的话寻求于一鸣帮忙，而于一鸣正巧也因为乔琳的事很是头疼，2个同病相怜的人就这样凑到了一起，互相帮助彼此渡过难关。沈浩明甚至将希望寄托了到了恋爱指南上，看着书上的心灵鸡汤津津有味。一旁的于一鸣更是拿出电脑随时标记书中的重点部分，甚至做了一个 PPT， 真是一个感念一个真感激。现在道理是有了，但具体怎么实施却是个难题。就在2人纠结的时候，许妍发来语音消息：明天有空吗？我们咖啡厅见，浩辰学校的事。就在沈浩明准备回过去的时候，于一鸣立刻制止了他，表示不要明天，就今天直接去家里。沈浩明二话不说，直接来到许妍家。许妍看到他来很是惊讶，两人约的不是明天吗？沈浩明赶忙表示自己正在附近谈合作，谈完有空就过来了。许妍很是无奈，但也只能让他进来。刚进来，沈浩明就发现许妍准备了满满一桌子菜，以为有男人趁虚而入。这时许妍将浩辰老师发过来的信息转发给沈浩明，这让沈浩明找到了理由。信号不好，这里有 WiFi 吗？我这个路由器坏掉了，要不然你回去下载。没事，我帮你修一下。路由器坏了，正好给了沈浩明机会。他借着修网的名义满屋乱钻，将鞋柜全部都翻了一遍。修完后又借口是网来到许妍的房间，打开衣柜，看到衣柜里全是女人的衣服，松了一口气。就在他趴在地上检查床底的时候，许妍进来了。
找什么呢？床下、床上的信号都很好，看洗手间。这番操作让许岩有些疑惑，可沈浩明为了搞清楚许岩请客的人是男是女，便又借着换窗帘磨磨蹭蹭直到晚上，但许岩丝毫没有留他吃饭的意思。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终于来了。你说什么？我说客人来了。沈浩明一脸严肃地打开房门，门外的人看见是他后全都傻眼了。可沈浩明很是厚脸皮的，将自己当成了男主人，将大家请了进来。在此之间，许岩欲言又止，每当他想跟沈浩明说话的时候，都被他给巧妙躲过。乔林询问妹妹到底怎么回事，许岩只好把今天沈浩明来了后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买这么早？行，成全他。哎，别管了，看我的。刚坐下，乔林就阴阳怪气地说：“死前任总是阴魂不散给自己发消息，烦死了！话里话外都在阴阳沈浩明。”而沈浩明虽然听明白了，但为了留下来一直装傻充愣，因为他想起了于一鸣说的话：“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既然决定追回许岩，那就要厚脸皮一点。我们来玩个游戏吧，你们用4个字来形容一下前任，怎么样？那我先来啊。油盐不进，有眼无珠，心眼死多。听着许岩的小姐妹们说的话，沈浩明只是笑笑也不说话。在厨房忙活的许岩却十分解气，而为了攻略闺蜜们，沈浩明更是下血本，直接用上金钱大法。看到什么喜欢的可以买，我给大家免单。能免多少？全部。这话一出，瑶瑶的眼睛都亮了。沈浩明接着诱惑，表示自己会让秘书跟着他们，只要看上了当场消费，当场买单。这番操作很快就攻略了对面的2个小姐妹，两人都开始夸起了沈浩明。许岩实在听不下去，弄出动静试图唤醒两人，最后许岩还是下了逐客令，将沈浩明赶走了。隔天，沈浩明再次找到于一鸣，于一鸣又给他出了个馊主意。沈浩明的执行能力很强，隔天便让陈秘书拿着他每天站在许岩楼下，在办公室望着窗外发呆，以及在工地里看着许岩照片夜不能寐的照片，让许岩看。本以为这些能换来许岩的心疼，可万万没想到许岩接下来说的话让秘书无地自容。什么偷拍能怼得这么近？沈浩明也挺配合的呀，是坐在床上的吧？是啊。那你也在床上啊？你俩都在床上？别接电话，有信号！别接电话！谁？哎呦，没人叫你，我俩谁有人叫我？没接。哎，好，这不是我家，是有掉头。不是你去哪儿了？万万没有想到沈浩明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不久前，沈浩明为了挽回许岩，使用了各种办法，可他和于一鸣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有让许岩心动。这天他在看朋友圈的时候，无意间看到许岩发的在电影陈列馆打卡照片，下面有蒋亮的点赞，于是他点开了蒋亮的朋友圈，看到了那张跟许岩同样地址的照片，还有暧昧的话语，瞬间上头。隔天便找人将电影馆里的东西全部都买了下来，不给蒋亮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这个操作可把蒋亮给气炸了。就在这时，沈浩明打来电话，将蒋亮约到了咖啡厅。情敌见面分外眼红，蒋亮因为电影馆的事很是生气，上来就给了沈浩明一个下马威。他表示自己是许岩的合作伙伴，沈浩明就是有钱也接近不了许岩，不像自己作为投资人可以天天陪在许岩身边，许岩的每一步发展他都在场。然而沈浩明听完后并没有气急败坏，直接发下狠话，表示只要自己和许岩没有离婚，那他蒋亮就是第三者。我绝对不会放过第三者。沈浩明警告完蒋亮后就回到了公司，却突然收到巴莱金先生的文件。巴莱金表示在正式签约前还要再对沈浩明进行3个月的考察，在此期间不能出现任何风险和暴雷。您跟妍姐离婚这事儿能不能想办法再拖一拖？没办法的沈浩明只能找乔林帮忙，可乔林一直都站在妹妹这边，声称许岩的态度就是他的意思，他不会帮沈浩明。沈浩明见状很是真诚地表示自己已经试过了各种办法挽回许岩，上个月为了不离婚还想尽办法拖延，这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东躲西藏，也是第一次这么害怕失去一个人。他真的不想跟许岩离婚，可即使如此，乔林也做不了妹妹的主，还是没有帮沈浩明。而看到乔林不愿帮忙，沈浩明只能先完成于一鸣的嘱托。他告诉乔林最近于一鸣的状态很不好，天天菜饭不思，一心想着怎么才能让他消消气。怎么跟他在一起啊？同病相怜吗？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啊！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你也是真没辙了呀。最终乔林还是心软了，透露许岩明天会在公司假扮，但蒋亮也会在。沈浩明听完后整个人都不好，隔天买好甜品来到了公司，之后便赖着不走，盯着两人不让他俩有任何的亲密接触，甚至在蒋亮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上前直接反驳了他的观念。在经营公司上，沈浩明比蒋亮强的不止一点。蒋亮在商界一直都是个花花公子，靠着他姐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他的有些观念还是不如沈浩明。此刻的许岩也没有闹脾气，而是专心听着沈浩明传授的经商之道。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蒋总，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
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近亲。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我知道，知道就好。看到许岩认真听取了自己的建议，沈浩明很是得意地坐在沙发上，还给了蒋亮投去了一个挑衅的眼神。许岩走后，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晚上，于一鸣再次找到乔林，这次的他准备很是充分，买了许多彩妆送给乔林，还做了攻略，一一跟乔林介绍化妆品的用处和适合她的口红。乔林听着他的介绍很是惊讶，没想到于一鸣会去了解这些。因为你喜欢，这样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你也不会嫌弃我。这番话彻底感动了乔林，两人终于化解了之前的矛盾，在一起了。日子看似平静，背地里却暗流涌动。沈家的对手翟总为了不让巴莱金和沈浩明合作，派商业间谍调查沈浩明和许岩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3番5次的失败后，将所有的希望放到了沈浩明的律师韩卫东身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方雷也好，你在律师圈的人脉也好，3个月之内必须拿到他们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记住，千万不要让你干爹失望。如果这2条路都行不通，严一方也是另一个办法。但许岩的研衣房在蒋亮的投资下越来越步入正轨，设计出了许多好看的款式。许岩忍不住将这些喜悦全部都分享给了姥姥，甚至还给姥姥做了几身衣服。姥姥，您仔细看啊，我们这衣服上面全都是纯手工的，您肯定懂，一针一线，这都是非遗文化。许岩与乔林一同出现在姥姥面前，通过视频通话，将研一方精心制作的新款服饰逐一展示给屏幕那端的老人。许岩还特别提到自己亲手为姥姥设计缝制了一套专属服饰，这份心意让视频那头的姥姥笑得合不拢嘴，直称自己是研一方最忠实的满级铁粉。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姥姥带着满足的笑容结束了通话。然而挂断电话后的许岩心中却泛起了层层涟漪，他深知姥姥总是以笑容掩饰着对他的思念与牵挂，即便心中渴望相聚，也总是担心自己的到来会打扰到孩子们的工作与生活。这份深沉的爱让许岩更加坚定了要在荆州站稳脚跟，为姥姥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晚年生活环境的决心。命运似乎总爱在不经意间设置考验。正当许岩与团队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新一批成衣的入库工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计划。送货车在前往仓库的途中突发故障，停在了半路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滞留金罚款和紧迫的时间限制，许岩迅速联系了冠冠，说明了当前的困境。冠冠虽即刻着手安排救援车辆，但修好故障货车至少还需3-4个小时，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就在众人焦急等待之时，沈浩明意外地出现在了公司。沈总，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妍姐出事儿了。她的车坏在半路上了。他仿佛是命运派来的救星，迅速驾驶着一辆备用货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没有过多的言语，沈浩明首先让疲惫不堪的许岩上车休息，自己则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搬运工作中，将一箱箱成衣从故障车上转移至新车上。许岩坐在车内，透过车窗望着沈浩明忙碌的身影，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他开始意识到，或许沈浩明对他的感情并未如他所想的那般淡去，他正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尝试着挽回这段曾经的感情。看着沈浩明因劳累而微微喘息的样子，许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关怀，拿起水和纸巾走向他。沈浩明接过水一饮而尽，那瞬间的满足与疲惫交织在他的脸上，让许岩的心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他询问许岩为何要亲自参与送货这样繁重的工作，言语间透露出对许岩安危的担忧。第一批货嘛，我不想有任何意外，所以就亲自过来验收，要去看一下下一批货的情况。你呢？沈总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来帮忙。沈浩明解释到，自己是因为公司团建活动，本想联系陈林了解情况，却迟迟得不到回应，这才决定亲自前来查看。他强调希望许岩不要因为他的帮助而感到有压力，但许岩的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坚持。他告诉沈浩明，自己并不介意他的帮助，但更希望的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沈浩明听着许岩的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承认自己过去确实过于自负，没有充分认识到许岩的独立与坚强，也没有珍惜他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此刻的他只希望许岩能够不再那么辛苦，能够活得更加轻松自在。但许岩却微笑着摇了摇头，他说，追求梦想的道路虽然艰辛，但每当看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那份满足感与幸福感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谈话间，许岩也提到了沈浩明与蒋亮之间的矛盾。他虽然明白两人之间的恩怨，但作为研一方的股东之一，蒋亮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极具价值，对公司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希望沈浩明能够放下成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蒋亮，共同为公司的发展努力。随着
着最后一箱成衣被安全地搬上货车，两人一同坐进了驾驶室，踏上了前往仓库的旅程。长时间的劳累让沈浩明不禁靠在了许岩的肩上，车厢内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车流声。许岩静静地坐着，感受着肩上传来的重量，心中五味杂陈。这一刻，他也终于意识到了沈浩明和他之间的感情似乎没有结束。